好，来看看今天来自于我们的《三国战记乱世英雄》啊这个系列啊，这里面呢我们知道啊，这个《三国战记2》系列小狼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更新了，那这一次是第一次解说乱世英雄的这个邪凤天翅啊，这个是吧啊？这个之是念之念翅啊，这个火字旁加一个之，如果不认识字儿念一半啊，那就念之啊，邪凤天之是吧啊？这个正上方啊，我可能这个作为中文系我都蒙圈了啊，到现在我都说不明白。操作者呢是来自于这个柳飘飘的尹天仇，我之前是解说过他的视频啊。这一次呢，他选的是郑诸葛，这里面呢，你看他选的名字也是什么一统中原什么的，这个版本应该是飞天雪的版本啊，如果没记错的话啊。这个是念赤是吗？赤天使的赤是不是？炽热的炽是吧啊？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认识字儿，不认识，然后念一半，这个事儿是真的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不对啊，你念一半这事儿是不对的啊。念赤是吧啊？炽热。好，这边是博望坡。其实感觉《三国战记2》系列啊，我一直以来都认为《三国战记2》呢，除了在画风上特别不讨喜之外啊，对吧？它是一个最被低估的一个游戏。我觉得 IGS 这个《三国战记2》这个游戏啊，是最被低估的游戏。他把这个三国这个对吧，画面勾勒的非常好，游戏设计的也非常好，但是就是生不逢时，外加呢这个说难听点还是有点难啊。好，这里面呢这个，因为咱们玩的是权威难度，也就是所谓的天王难度的同级别啊，所以说还是挺难的，大家伙儿该忍忍。然后夏侯惇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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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防一下，一个夺。好，看看是不是要创神龙骨水，捡起来。1、2、3，转身1、2、3。好，天亮了。这个明显是以《三国战记2P》为基础的改版啊，就是包括咱们的这个气儿在上面放，然后呢，这个。必杀呢是手摇啊，其实那个正常原版2也可以手摇，但是大多数都选择用放宝来实现，这个比较狠啊。好，这个版本比原版看来是难很多的，兄弟们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故人西辞黄鹤楼啊，赠送我狼了一手大金卡。再次感谢刚才我们的5G 哥啊，还有17哥啊大力的支持。直接一烧，这样的话选以几个选项？2个。一个翻雷滚天，它这个有点薛定谔啊，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剧情设计的特别有意思。比如说啊，你把这个夏侯惇引进博望坡，然后把他逼入绝境，这时候你如果选择斩草除根，那就会触发剧情，张辽就来救驾啊，张辽就来救。如果你劝其归降，他就会士可杀不可辱，然后呢，张辽就不来了。那这个张辽来与不来啊，这个有点量子叠加态啊，就有点这个。对吧？这个遇事不决，量子力学，就是张辽来不来，取决于你是想招降他还是想杀他。哎，你招降他，按理说张辽也应该来救啊，凭啥不让人救啊？对不对？你招降就不救了啊。所以说这个设计啊特别逗啊，这就是有点这个量子状态下的这个张辽啊。好。跟原版感觉差不多啊，这个隐藏造界1、2，然后又打3，孙子兵法，没毛病啊。这里面的话呢，还有一个令牌，就是感觉令牌有2种啊，一个令牌是招安状啊，不是招安状，一个是那个加士气的《三国战记2》原版的这个士气的令牌，还有一个呢是援军令，但是这个援军令在这里显示令牌，这个感觉怪怪的啊。张辽的2象性。其实我个人感觉啊，那个所谓的那个双缝干涉的这个实验啊，还有它的延伸实验，我觉得倒没那么神秘，对吧？没那么神秘啊，没有大伙想象中那么神秘。我个人觉得，其实它是可以合理的解释，但是量子叠加态这个事儿确实存在啊。都要投降了还救他这么没投降啊？人家是我劝其归降，然后人家夏侯惇是这么说的：士可杀不可辱，不降啊，人家是对吧？人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我觉得有点嘚儿，张辽有点狗了啊。好，量子叠加啊，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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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其实你们看《三国战记2》啊，它的剧情延伸特别好。《三国战记》它的剧情先是截江救阿斗，先是那个对吧？已经是赤壁之战之后了啊，对吧？对吧？这都完事儿了。然后呢，马上就是汉中争夺战，对吧？定军山，然后北山到这个阳平关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水淹七军都不存在了，直接就是白衣渡江，然后对吧？后面就是血战夺荆州，这个就是原创剧情。然后三国一统，这都是原创，这都是那个这个 IF 线了啊。但如果说是《三国战记2》就不一样，你看《三国战记2》。他一上来先是樊城夺粮啊，当然2P 没有这个说，2P 上来就是火烧博望，然后火烧新野，对吧？第3关直接来一手这个长坂坡啊，第3关长坂坡，然后第4关是什么啊？第4关是这个蜀吴对战赤壁之战，你可以选择触发2个线，一个是反攻吴国，一个是追击这个曹操啊，对吧？这个路子又不一样。啊，你看它那个看宝的那个显示都变成圆形的啊，这个设计非常的讨喜。然后再就是那个再就是无论是选择吴国线还是这个魏国线，那剧情就原创了。所以说《三国战记2》的这个故事性还是比较完整啊，兄弟们。家里那么冷吗？很冷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这个3点水加牛，这个我们叫牛牛是吗？我不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啊，兄弟们。好，直接把这个水给打破，直接给淹了。这个叫水淹白河啊，剧情就是曹仁啊。你看玩那个咱们玩那个日版的那个《三国志》，其实也一样。好的，他放了一个技能，这个技能好像是驱兵，啊，不是。那刚才这个技能是幻影了，兄弟们。咱们现在是幻影了啊，但是没有打出这个很好的输出环境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有这个爆气效果啊！既死又活的夏侯惇，对，这个叫赌神商周经。我也是啊，他放那个八卦阵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叫赌神商周经呢啊？好，第2关啊，就这么简简单单啊，简简单单的晚饭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敌将挑战。这个诸葛亮这个头像长得，说句话，你看得出来他是个帅哥啊，长得特别像我那个兄弟的前女友的前男友啊。好，你看这个宝的显示方式啊，真的特别爽。好，那个伤兵说你卖我，这些小兵直接就把这个刚才那个伤员给砍死了。诸葛亮放那个毒瓶都没放好啊。好，哎，赌神商周经，这老头说救我啊！对吧？看着这个诸葛亮啊，一放必杀，这个老头就说，对吧？以后记住我们6个的脸，我们来了就是查寝了，对吧？啊，除了我们6个，谁说话都不好使。这是我们生活女工部部长诸葛美玉，叫学姐啊。其实诸葛亮这里面体术也蛮厉害的，他首先那个下长下前 A 就有这个超强的这个硬直。打人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往前顶的这么一个作用啊，非常厉害。一手水兵策，像这些小宝该用点用啊，真厉害。好的，进入密室，这里面感觉跟原版差不多啊，这个啊，你看连环火甲车，那一会儿诸葛亮肯定是要拿一手井底下的那个井底的那个
无火神焰扇啊，也是西游释厄传2里面也有这个道具的。好的，这里面居然给了一个人参。好，孤军深入长坂坡，一心要拿荆州。连环火甲车，这都是计策啊，召唤这个兵种。铁甲骑兵，这是曹操的虎豹骑啊。你要不说这是改版，他以为他玩的是原版。好，一个雷吧，兄弟，真省啊！我觉得确实省，兄弟们。其实如果要是问这个三国里面啊，假设你要问三国里面谁最帅，我不敢说，因为帅这个东西吧，可能是每个人形容的不一样，每个人喜欢帅的风格也不一样。但按照我的理解啊，我认为啊，这个刘备肯定是帅，啊，诸葛亮肯定是帅，对吧？这个都不用想。但曹操呢，肯定长得一般化，但是曹操长得不磕碜。长得讨喜，要不然董卓也不可能喜欢曹操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吕布帅不帅？我认为吕布长得也还可以，属于伟岸类型的。张飞属于猛男类型的啊，这里面的猛男没有贬义词啊，不是那种粗犷的猛男，就是确实是比较这个爷们儿啊。周瑜，哎，对吧？马超、赵云肯定都帅的。赵云咱先不说，这马超肯定是金马超嘛，啊，对不对？三国谁身高最高？好像有一个人叫姓乌，叫乌突骨。这个乌突骨的好像牛逼啊！好，直接一顿雷。感觉玩法跟原版一样啊！进屋吧。好，打开机关，然后有这个又多了个箱子啊。古火神焰，哎呀呀呀，差点扇子没了。神龙古水，这个是五子兵法。我操，捡个反刃甲。好的啊，这个小普通剑不要了。其实五火神焰扇啊，无论是《三国战记2》还是《三国战记2 P》，这个扇子就已经是这个很牛逼的道具了，很牛逼武器了。你可以把普通剑扔了的，真的。很多人说，那我还有什么乌羽，还有赤峰。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天罡劈水扇什么的啊，那也牛不牛逼啊？其实有这一个扇子就够用，但是其他扇子啊，主要是克制其他的 BOSS。比如说电剑呢，就赤峰剑，它是克这个水里的 BOSS， 比如说克这个吴国的这个甘宁。那比如说你要是冰扇的话呢，当然肯定是克沙摩柯呀、黄盖啊等等。牡丹江还得过好久才能给那个什么。啊，给气儿呢啊，还有半个月吧。感谢我们希望的大大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。好，这里边要不要张合战记？其实《三国战记2》里面三国战记2》里的张合牛逼，《三国战记2 P》就是徐晃战记啊。好，晕了。托马斯，哎，配合的不错，但是这首五子兵法其实早就放的没有用啊，感觉啊。这张合一看长得像韩国人啊，不救，不救的话就是这么回事啊。1、2、3，好，回身转身 A。其实用前跳也能躲过去。好，直接打爆。有虎符吗？啊，这什么衣服啊？这什么衣服？这个是啊？这个衣服没见过啊，有点像那个丝绸那个衣服啊，可以霸体的，但是看起来不像。这版本没玩过啊。噔噔噔噔，我家牡丹江的那必须的币呀，那大力出奇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
噔噔。其实就 A， 然后单 A 加上无火神焰扇啊，这个攻击就已经很变态了。不过现实生活中，如果给我这么一个扇子，我感觉真的挺牛逼的啊，煽风点火的，对吧？如果你现实中有这把扇子，是不是可以？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把扇子可以无限发电啊？对吧？而且那个天罡劈水扇那更屌了啊，那有点那欧米伽级变种人了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穿上了这件黄马褂，除了皇上，谁也打不了你。他敢玩阴的。好，咱们看走哪个路线？反攻吴国吧，反击追兵以及后患。这样的话，有一手这个传说中的赤峰，他要进密室才能拿啊。赤峰只有走吴国路线才能打，而且也只有走吴国路线的赤峰才有用啊！你好大的官威啊，包大人！啊，再让你当几天官儿，恐怕连皇太后也不放在眼里啊！我当然不放在眼里啊，皇太后是放在心里面尊重的啊！像你这样啊，放在嘴边讲是何居心？你娘把你养这么大啊，你跑去当太监就是不孝，对吧？不尊重皇太后，你就是不忠。你个不忠不孝的死人妖，对吧？好，这一打灯，再隔一个打，打完了之后一会儿回身再打，现在已经完事儿了啊，机关已经触发完毕了啊！不要这个，不要每一个灯都打啊，那就废了。这里面所以说游戏就是解谜型游戏啊，密室什么的，如果你不会，那你这辈子都打不出来啊！一定要有攻略，你不会肯定是不行的啊。好。我操，这铁莲花，跳 A 再打一下，直接打爆一个密室。这个跟你们讲啊，箱子的话应该是先打这个3个的啊，先打3个的，无论它是3小2大还是3大2小，现在是3大2小，就先打3个的啊，这样的话空中会掉下来一个箱子啊。好，一震。然后空中掉一个箱子啊，这个箱子是赤峰剑，电剑啊。赤峰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红色锋利的一把剑啊，带有电属性。那你要说是内蒙古赤峰，反正也那么回事啊。攻略是哪里看到的？游戏制作的人他就会制作攻略啊，对吧？游戏设计的时候就这样的，他制作的时候他就会有攻略。还就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杂志啊。好多人那时候我记得玩什么《三国战记》克顿书，什么玩拳皇97怎么无限连，什么那个超级玛丽怎么跳关啊之类的，这都有秘籍啊，对吧？好，来看看什么叫告诉你啊，最怕电的男人啊，没有之一啊。1 2 3 1 2 3，好，一个赌神商周经。这如果放孙子兵法的话，他会死得更快一些啊。好，再来放孙子兵法，然后如果要是再放上一手什么呢？再放上一手这个，比如说像那个治诸葛啊，治孔明啊，就是大概这个意思。然后放那个混乱计，让他的防御力变得更差，那更赖了啊，那就相当赖了。好。宝差不多，那个香还留着，我靠！难道是为了搜集武器？一会儿他走，因为他反攻吴国嘛，他这样的话，他可以选择正面攻城，他可以选择正面攻城，也可以选择这个走密室。正面攻城的密室的话，用香来勾密室，香勾密室的话，里面是有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反正都可以拿。诶。好，不对啊，这个路线不对啊，兄弟们，这路线的话是你反击吴国也不打吴国的，反击吴国也是走这个华容道啊。噔噔，
主公快走！好，哎，一手将军印啊，来打徐晃，我操，这怎么想的？这个伤害不高啊。好，这个时间可能不太够，但是还真差不多。这个元军令的时间也太长了，这元军令啊。用来打牛筋是最好使的，但是用来打这个，哎，有危险啊！哎，要死了！走吧，别玩了，一个大人参，还是用它。哎呀，时间够不够啊，兄弟们？如果时间不够的话，肯定是不行的啊！再来3下应该必死。哎，嘿嘿，这就招降不了了啊！这太背了，这个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们这个是9号楼，其实8号我还真不知道，你看看楼侧体怎么写的吧啊！好的啊。噔噔噔噔，有个美女过来问我哪个是8号楼，我应该带她去是不是，兄弟们啊？就差那么一点点啊，这玩意儿也是够背的啊！这个元军令持续时间太长了，扔了吧，兄弟。好，替身之术，你这个小兵高光时刻啊，一怼一踩，你小兵厉害啊，这小兵。好，赤峰，哎。这应该就是全路线了啊，比较全了。好。火影忍者是不是抄袭这个游戏？这哪说的啊？好，你看这个诸葛亮的血量已经满了，满血了啊！就是血量上限啊，我的意思是。好，这里面因为没有这个没有许褚啊，没有徐晃，没有徐若瑄了之后呢，确实啊少了剧情，许褚没了。但是有没有都是小事儿啊，这里也没说非得要招降将啊。好，直接过图，然后来到这儿，这里面这个蝎子女啊，就感觉其实身材不错啊，兄弟们，就这个女的，虽然说头型不是那么讨喜啊。大家伙都喜欢大长发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想问一下啊，在座的各位啊，兄弟们，就是无论是你是对吧？你现在你就是，反正你能听到我说话，你就回一句，就是你们喜欢长发飘飘，还是喜欢那种长得特别睿智啊，就是那种短发的女生啊？我看，就是统计一下啊，是长发飘飘，魔鬼身材啊。还是怎么说？长得好看都行。我觉得短发啊，对于身材好，短发就有点凸显不了身材好，长发能凸显身材好啊。但短发也有魅力啊，兄弟们。好。我操！这是对着雷，对着蛇用雷，我靠！
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还是有青龙神器。那请问我们双青龙神器是不是有点赖了，对吧？香3个香了，哎呦我去！其实香最主要还是它的目的啊，除了进密室之外，并不是加血啊，它最主要还是为了解毒。你拿人参你解不了毒，有的版本最变态的是啊，就是你那个毒能毒你好多血。哎，像这就有毒了啊，就得解毒。你看，解毒是很关键的啊。好，不往那边走了吗，大哥？啊，直接出去了。啊，这个设计可能有点没看懂，一会儿看看夏侯渊、好油根。先天撞有人参啊，这个叫威灵仙，一个民兵册。其实感觉用电打他的费血不是很多啊，你还是打甘宁牛逼，真的。打甘宁的时候多爽啊，对吧？哇，防！这个 boss 挺赖啊，这个 boss 你看没看见啊？就是你把它定住了，你打它还能防，你说这个设计多可耻啊！啊，还是用道家秘本，这个 boss 不好打，太硬直了，这个。好。噔。好，还剩最后这一点血，反正按理说怎么打都够啊。3A 下弦，爽啊！这个确实过瘾啊。好，军令状包子、铁莲花、神龙骨水，确实牛逼啊。我现在播的是真人直播啊，真人直播，但是视频呢确实是之前准备的啊。好，看看华容道，战歌起啊，《三国战记2》里面最好听的音乐啊。真的，其实可以把这个音乐下载下来，然后做那，比如说以后我要是研究点什么，对吧？研究点什么这个短片啊，可以把这个加进去。好，程日历啊，这。哎，这个你只要有火属性的东西啊，根本就不用怕啊，直接怼他就完事儿了啊。好，连续的单 A， 没有分阵营，分什么阵营啊？就是问喜欢那个什么啊？那你们就是咱们先不考虑胖瘦啊，就肯定是瘦，就肯定是不胖啊。这里面我先说一下，他肯定不是胖子。就身材就比较匀称，你们是喜欢屁股大一点的，还是喜欢屁股小一点的？啊，好。关羽华容道杀了曹操会怎么样？那历史当中理论上来讲是没有如果的啊。但是呢，你们要是分析，按照行为逻辑，按照《三国演义》的行为逻辑啊。这个假设要是曹操在那儿死了，那又是另一个乱世呗，那肯定有另一个乱世啊。曹操肯定这边曹操阵营又有人站出来，对吧？啊，来这个继承曹操的这个衣钵，然后完成一统的，对不对？喜欢屁股大的，喜欢能让我摸的，哎，你们真的
那肯定让摸呀，都自己人了，能不让摸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这召唤这个木头人，感觉从天而降啊，确实是赖。好，等他快落地的时候再练，为什么呢？他可以打3个回合，第4一下的时候再打前冲，还能再 A 一点。不过打伤害太低了啊，这伤害确实低，我觉得还真不如用火扇那么 A 能 A 5下合适。好，追地，再打2下必死啊！哇，这自动追踪型的铁莲花，好，助攻饶命啊！不帮防，帮防的话有无语啊！瞧不起那个武器，那个武器是真没有用。我一直研究了啊，就设计巫语扇的这个道具的这个人跟傻子似的，真的没有用。好，定下来。其实这个就是感觉跟原版是一样的感觉啊，只是剧情打满了，打全了，对不对？蜜桃臀。好，这感觉有最后一颗气儿了，刚刚好。你说这个神龙骨水还乘以2呢啊，不在乎这点东西。但这里面咱们为什么不招降他呢？因为没有啥意义啊，咱们玩的就是正常的玩法。招降这个曹操呢，必须要用双神器外加民兵策搞死才可以。啊，军令状、连环火甲车没啥太大用处啊。他还把将军印留下来了，也就是说这个将军印是有用处的啊。他到时候还可以再打某些 BOSS 啊。好，变，这是变，拿扇子也是跟那个武器一个颜色的啊。好，看看正面工程吧。哎，我就说他要正面工程啊。我操，这小兵能砍诸葛亮2下啊！这小兵封他为百夫长啊，封他为万亿侯啊，是狠啊！能在万军冲中，对吧 ？A 诸葛亮2下。这也是对吧？曹操都没 A 着，你说吧？哎，这个弓箭手，对吧？远距离能不能射到诸葛亮我不知道，但是用弓箭撩了诸葛亮2下，封他为这个万户侯，啊，都死了追封，那他那个儿子可以继承侯爵呀，对不对？好，扣1、2，后赔。啊，这个日月神教教主周泰啊，有点东西。当当当！好，用这。感觉这个只要援军令时间长啊，就可以当做人物来使用的。这个招式又不费气儿，可以一顿那么搓地板是吧？啊，好，再搓。哎，我这一刀好疼啊！这一刀确实疼啊，兄弟们。这由于你用援军令的话呢，是这个衣服的属性就不在了，所以说很疼很疼啊。啊，我们武技哥这又开始舞蹈家粉丝卡。武技哥又来了，好，感谢武技哥。好，转身1、2、1、2、3、1、2，好啦。不是武技哥对我了，这个不能骄傲啊，这个一定要对得起观众，对得起武技哥啊。好，落地，你用这也能连招。我说这还能连上13连，可以。好，直接一扎。哎，我操，要死啊！
是啊，还是有难度啊，兄弟们，毕竟是权威难度。好的，有白虎神器、连环火甲车、铁莲花。周泰把风叔给防住了，可不是啊，确实防住了。好了，武鸡哥，咔咔一顿小礼物往外，然后又加10半卡，然后一飞机，我感觉武鸡哥要从大庆杀过来啊！他从大庆杀到牡丹江，我感觉我得怎么款待兄弟们，对吧？先是一手正儿八经的吧啊，先对吧？为了感谢，先正儿八经先吃个饭，然后对吧？商务套餐，洗个澡啊，然后唱个那个商务 KTV， 是吧？紧接着是不是就应该开房？我就应该把对吧？我是不是应该把屁股撅起来了？我靠！我是懵了，这就牡丹江狼哥不是。感觉武器哥从大庆过来搞我，直接就把我拽到小树林儿。好，来看看乌龟密室啊。这个就是用那个香来打乌龟密室，连环火甲车。我们看看一会儿，这里面呢，咱们不要乱打啊。好，打铁箱子，再来一波。其实这个天罡劈水扇啊，我跟大家伙讲，再忍，别着急，一会儿空中掉下来一个啊，直接一把冰扇，火扇不要了，哇，真是见利忘义啊！这火扇都不要了，一冰一火，一缩了一火，这不开心嘛？这不嗨嘛？对不对？好嗨哦！哎，好。不是我回来3天，兄弟们，我回来3天，第1天5星，第2天4星，第3天4星。我说实在话啊，但是其实严格来讲啊，第2天就是昨天，这个武技哥送，虽然说啊，武技哥送的这个那个没到那个什么星啊，但是事实上，他那一个5000是赶上前天2倍的收入了都，真的。那一下就是5000块钱人民币往外掏，你说我狼，我操这。我没搞黄色啊，没有搞黄色，没有，我是那种搞黄色的人嘛，没有啊。等武鸡哥来牡丹江啊，我狼这个肯定是要亲自下场去陪，但是吧，咱们肯定要奉公守法，像这种这个叫风土人情这种事儿吧，我狼不能轻易的干啊，对吧？这个不能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等武鸡哥来了之后，我肯定不能随随便便是吧？把德玛西亚这个为什么每一个孙权啊，就现在改版的游戏都有德玛西亚的啊？这太狠了啊！好，冰扇打孙权，其实谈不上克，但是打的伤害还是蛮高的啊！啊，再撩起来。很多人说小狼这是最后一关嘛，在原版剧情啊，这就不是最后一关，一会儿还得再打一个地图了啊。另外一个地图还有大象，还有吕布，还有真吕布或者是双 boss 啊。公主对，这个公主是合法的，对吧？有偿陪侍，对，这个确实是合法的啊，这个咱实话实说啊。98的都长这样了，那298的不得起飞了啊！今天我狼带着家人去洗澡，一共4个人去洗澡，一共花了190块钱，点了一个68块钱的果盘，3张门票，1张免费，然后点了4个火山石烤鸡蛋，然后还赠送了3瓶饮料啊。好，直接 A 死，这样的话呢是倒数第2关啊。这么一看啊，其实你看现在呢能拿到的武器，诸葛亮啊。普通剑啊，初始武器本武，然后赤锋，然后天罡劈水扇，然后再加上无火神焰扇，再加上乌羽，一共5把武器。特殊武器4把，与初始武器不算的话，一共4把武器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其实这个游戏不仅仅是诸葛亮有4把武器，如果是黄忠的话，你看啊，黄忠也有武器，有一个毒弓啊，什么毒弓啊，一个是猛虎开山弓，一个是祝融神火弓。
还有一个是天火双煞，就是射箭可以射出一电一火啊，天火双煞啊，也是4把武器。然后马超呢是一个是倚天剑，一个青钢剑，一个玄铁鸳鸯锏啊，这是3把武器。赵云的话是梨花方天画戟，真方天画戟。关羽是青龙偃月刀，凤翔烈阳刀，方天画戟，真方天画戟。关羽也有4把武器啊，但是方天画戟和真方天画戟由于是通用的啊，所以说也就不那么算了，对吧？因为毕竟这猛男都可以用啊。庞统就比较嘚儿了，庞统是一个乌刀，然后一个吴钩，是这么个情况。好，这里面应该是一个木牛，啊。很多人这里面很多人不太了解啊，就是木牛和流马有什么区别？木牛和流马严格来讲它是一种类型的东西，但是木牛呢比流马啊要稍微的牛一点，它补的这个补给要多啊，所以说木牛比流马要稍微嚣张那么一点点啊。狼，我那儿的妹子怎么样？我们这么说吧，牡丹江没有一个可以直接谈风土人情的场所。我说的很隐晦了吧，无忌哥啊，很隐晦了吧？这是，但是呢，带脚可以谈，这个你就点去这种，对吧？又要雪月风花，要有美女，要有驴儿，吃火锅还要唱着歌，啊，你对吧？这个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啊？哎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带脚可以谈，只能是这样，它不像说长春，你知道吧？你像长春的话，你像我们直播间里面的，对吧？朱哥，我1个多月之前我出去之后去长春，朱哥安排我，对吧？体会了一下长春的风土人情。那人长春那正儿八经的，人送外号东北小东莞，你开玩笑呢啊？那玩意儿比不了啊，确实是啊。但是呢，确实咱就说带奖。对吧？你武基哥你来了，你来就完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要让我直接说，我还真怎么说呢啊？有点这个我道行还是有点浅啊。圈儿也狼嫂，你别闹，一天天的老拿人狼嫂压我们只是吃饭唱唱歌，突然就让马匪给劫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没有马匪的日子才是好日子，知道吧？你们一天天的有白嫖吗？其实啊，你像我狼人这个长相啊，可能还是稍微面一点。如果说我长得像那些小鲜肉啊，就哪怕就是说我们直播间，不是直播间，我们那种拍电影的那些男演员，对吧？年轻啊，20、23，对吧？哪怕是27、8也行，然后长得水光溜滑的啊。哎，你等你去玩的时候，你可能人家小姐姐都开始，她都跟你谈了，对吧？比如说你花钱找我，这么跟你们讲价位啊，牡丹江是这样的，牡丹江的价位是，唱歌什么套餐什么买酒，这我多少钱我就不说了。首先叫一个有偿陪侍，比如说公主或者是小妹儿，或者说是啥，200块钱2个小时，啊，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。有特别贵的地方，300块钱2个小时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。但是200块钱2个小时，这是行价。比如说你如果超了2个小时，每1个小时再加100块钱，啊，就是这么个价位啊。但是你如果说你长得比较帅的话，你可能会出现一个事儿，就是说这个小姐姐就跟你谈说，那个哥，你看你来玩都玩了。一会儿要不要出去吃点夜宵啊？我请你啊，对吧？这个，对吧？你像我狼，对吧？啊，哇，好，一论房 AB， 这里直接就是这个左慈为什么要喊我的名字？大家伙都知道我的名字叫吴涵，但为什么叫哇？你看。好的，直接电死，这个可以有，这个真没有啊！没事，武技哥你来就完了啊！
风土人情肯定能体会得到啊。再说了，不就是钱儿嘛，对吧？这个世界上虽然说钱儿不是万能的，但是呢，90%吧啊，对吧？给你介绍个小姐姐，跟你谈一个只有40分钟的一个恋爱，不香吗？对吧？是吧？好，这里面咱们打双 boss 啊，没有打这个真铝，再战金牌都出了啊。好，我这辈子都命犯左慈，叉腰哥总是语出惊人啊！打了半天不打真铝。其实我个人感觉啊，打真铝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吧？这些高手啊，你打真铝，反正也是单 boss， 对吧？这里面双 boss， 你们看一下，双 boss 的血量可是4管血啊，也就是说一共8管血的 boss， 不比真铝差，对吧？原版的话，你要打的话，它是4管血，啊，其实也是8管血，对不起。啊，一手德玛西亚，我出房钱你免费，要不你免费我出房钱。我去那个哪儿？我这次出去拍完电影，我不去那个浙江余姚找我之前的那个发小吗？是个女的啊，是个发小啊。我这么说吧，真的是我兄弟的前女友啊。但是呢，我跟她没有什么关系啊，真的是非常纯洁的关系，10多年了啊，都已经17年的关系了。我这个发小呢，他是在那个夜店，在余姚，在夜店当那个妈妈桑的啊。也严格来讲，其实就是。叫销售啊，也可以叫这个妈妈，你怎么叫都行。但是他就是有偿陪侍，他那个地方呢，不能出台啊。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，反正是他为了安排我，然后呢他请假不说，然后他还把自己手底下几个小妹儿让他请假，然后呢在他的工作的地方开了一个房间，然后陪我玩。我操，我也是服了啊！这种事儿都能做得出来，都丧心病狂，你说啊？一进屋，一共4个妹子陪我喝酒。他们原本是来赚钱的，但我这1分钱没赚，还得咯咯叫着啊，还得陪我喝酒。你说真是服了啊！但是事实证明，我告诉你，先是吃了个火锅啊，先吃了个火锅，吃完火锅呢，我大概喝了3瓶啤酒，然后去唱歌，商务 KTV 嘛，大概喝了得有10瓶啤酒，然后我这个人就懵了。他们就在那儿喝完啤酒之后，然后又吃了一个地锅鸡，然后又在家里喝了大概能有个1轮啤酒，喝到早上7点。那个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，我不知道这帮人为什么那么能喝啊。好，来看看最后一点，这有点难啊，想要一命，你看这补给都没了，一个铁莲花，时间要到了，这一顿德玛西亚，这招也太赖了，这招。好，卡歪轴，直接搂死，48分钟啊！其实这个版本，我个人感觉就肯定还是加强版。首先，它剧情是完整的，不说，补给呢跟原版一样，再加上呢这些 BOSS 啊血量也增加了，所以说对于而且攻击力还很强，所以说这个版本还是挺难的。讲命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直接有2条，诸葛亮乘以3。这相当于多奖了1条命啊！这个设计非常逗啊！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柳飘飘和尹天仇，柳飘飘的尹天仇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么一个视频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